当初我刚接触到吸引力法则时，就被这个法则所吸引了，觉得这个法则好神奇。原来我们关注什么就可以吸引什么。可是当我运用吸引力法则一段时间后，内心总觉得这个法则有些地方不完整，可是又说不出什么原因。直到我读到了詹都固仁波切的一篇关于吸引力法则和业力的文章时，才恍然大悟。接下来我会在这个视频里分享为什么吸引力法则并不总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因及吸引力与业力的关系。佛学思想中最重要、最复杂，也因此最使人误解的，要算是业力论了。业力，梵文叫做 karma， 意即行动或行为。因果源自于业力。大多数人定义理解业力为你所给予的，最终都会回到你身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可是大多数人只在非常表面的层面上去理解业力，认为所有的结果都源自于我们的行为，但其实行为并不是影响我们业力的唯一因素。如果我们问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或者一个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理解的人，他一定会告诉你，我们的业力是由心念负责的。无论善恶业力，现在重要的是要了解业力也是我们思想的结果，我们的行为只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表现之间的桥梁。我们常问一个人如何激活负面业力，这可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现在我们有着各种各样业力的印记或者种子，它们什么时候萌芽，如何萌芽，取决于我们思维的专注点。也因为众生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各异，所造业力也因此千差万别。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和吸引力法则很相似，但是在我看了詹都固仁波切的文章后，认识到吸引力法则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法则，大部分的吸引力法则导师都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法则如何运作，他们只是对它有一个浅白的理解，因此他们总是会教他们的学生或客户如何控制自己的想法，并使他们变得积极，从而吸引类似性质的环境。尽管吸引力法则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可以对因果报应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并将其与我们对吸引力法则的知识结合起来，我们将对生活和事物的运作方式有一个深刻的理解。问题是，大多数练习吸引力法则的人根本不考虑业力，这可能是解决临时问题的快速方法，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吸引力法则只能帮助我们解决现实世俗的财富、人际关系和健康问题，但我们对于我们过世后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吸引力法则教练是无法在这个课题上帮助我们的。这正是我们需要从业力的角度来理解吸引力法则的原因。很多老师也会告诉我们，如果你保持积极思维，你就会吸引积极的环境，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小孩为何从小就会患上可怕的疾病或出生在贫穷的家庭。事实是，如果我们保持积极思维，那么长时间的积极思维和行动就会打开你前世的善业力，这才是你的处境实际上开始改变的原因，你开始吸引善的结果。当我们长时间感觉良好和乐观时，你实际上所做的是为你现在的你和你往事的善业力接轨。当两者的振动相匹配时，你的善业力就会被打开，现况也会开始改变。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吸引积极环境的想法，并不是你是否会吸引你想要的东西的唯一决定因素。还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是否在当前或前世积累了足够的功德或善业。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功德或善业，即使整天坐在那里冥想，用吸引力法则来吸引你的梦想的工作，增加你的财富或治愈一种疾病，都不会心想事成。总结来说，决定我们的周遭结果的不只是积极的心态，而是积极的心态再加上对理解业力的运作和受启发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吸引力法则并不总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因。有些人冥想了几个月，想着自己梦想的结果，尽最大努力让自己感觉良好，但他们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变。真正的原因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积累足够的功德或善业来支撑他们想要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些人不采取任何行动，却成功吸引了积极的环境。他们的财务状况良好，有很多好朋友，以及生活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实是因为他们过去做了足够多的善业来支撑他们的生活。但是，一旦他们的善业力耗尽，他们就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过着平庸的生活。因此，如果对心识和业力缺乏足够的了解，吸引力法则会是弊多于利。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吸引力法则上来改变环境，或许会导致更多的负业力。
我们对业力和心念的理解是构成了吸引力法则的基础。因此，修心是佛法修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位幸运的佛法弟子都会被介绍给这些教法，作为他们灵性旅程的一部分。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为何吸引力法则并不总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因及吸引力与业力的关系。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前往占度故人波切的部落格去阅读更详细的资料，我会在留言区分享占度故人波切部落格的链接。最后，愿将这个视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愿一切母亲众生离苦得乐。